中美贸易战迎来最震撼的一幕。就在北京，一场外交交锋火光四射，中国战狼副部长李成钢当场让美国财长贝森特脸色发青，话都说不利索。短短5分钟，李成钢连环抛出最新2025年海关数据，出口下滑12%，农产品承诺执行率不到35%，几组精准数字就像子弹一样击穿了美方的漂亮谎言。贝森特还想反击，李成钢直接甩出洛杉矶、纽约、芝加哥3大港口的实况数据，钢铁、半导体、汽车3大核心产业的出口增幅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美方代表团瞬间集体安静，全场空气都能听见针掉地的声音。整整40分钟谈判，场面从剑拔弩张到美方哑口无言。贝森特从一开始的趾高气扬，到后面语气发虚，眼神闪躲，整个人几乎濒临崩溃。与此同时，华盛顿高层紧盯，北京直播间爆满，纽约股市、洛杉矶港口的神经都在绷紧，国际媒体一片沸腾。罕见，美方高官被当场对懵，公开场合恼羞成怒，这种场景历史上少见。李成钢以战狼式的强硬、铁血的数据、精密的逻辑，把中美贸易摩擦的火药味推到顶点。根据会议记录，这场交锋涉及7大出口品类、3项关税争议、5条未履约条款，连数字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这一幕被媒体称为史诗级名场面，各大平台刷屏转发，评论炸裂全网。贝森特为何被对得体无完肤？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代表被中国反手一击，一起来看一看。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开端远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体面，人们以为这是2个大国坐在谈判桌前，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寻求共识，可现实却完全相反。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打算谈，而是想命令。他们把这场会谈当成一次向中国下达指令的舞台，这种姿态让人立刻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钢铁谈判。当年美方代表莱特希泽竟把日本递交的提案当场折成纸飞机扔了出去，一脸轻蔑。那一刻，美国的傲慢赤裸裸地写在脸上，你们的意见不值一提。而这种傲慢从未改变。对美国来说，谈判不过是一场发号施令的游戏，他们习惯用高压姿态逼对方低头，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世界的领袖。而中国在他们眼里似乎也只是那个应该听话的下属。但这一次他们算错了，美国依旧照老套路，先摆出愿意谈的姿态，背地里却早已布下制裁。华盛顿、马德里2轮会谈后，不到3周，美国就连环出手，20多项对华打压政策接连落地，还对中国造船与航运业启动调查。这种边谈边打的套路，不过是想先给中国一个下马威，让中方表面冷静，内心承压。但他们没想到，中国这次根本不吃这一套。美国想用威胁换妥协，中方却以反击回应挑衅。稀土出口受限，美国船只被只收特别港费，芯片企业遭反垄断调查，大豆采购全面叫停，一连串强硬举措打得美方措手不及。这不只是反制，这是一记结结实实的迎面重拳。这一刻，美国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踢到铁板。他们的霸权思维在这场交锋中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撞击。以往的对手会退、会让、会低头，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按剧本出牌、敢于硬刚到底的中国。那种破防的滋味让整个华盛顿都开始失眠。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2轮会议。按照惯例，这样级别的谈判，双方代表都得照稿宣读，小心翼翼。美国财长贝森特照本宣科，语速飞快，语气强硬，活像在宣读命令。轮到中方时，李成钢却只是淡淡一笑，把稿件合上，用笔轻轻敲了敲桌面，全场瞬间安静。美方代表立刻明白，这个人要真开打了。李成钢扫视全场，一字一句，语速不快，却句句如钟垂落铜钟，震得人心口发闷。美国的要求毫无事实根据，这不是谈判，而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没有铺垫，没有外交式客气，没有对美国立场的象徵性尊重，他直接撕开伪装，把问题核心赤裸裸摆上桌。现场空气瞬间凝固，每一次呼吸都像踩在历史的节拍上。而这只是序幕。
接下来是专业层面的碾压。贝森特主攻财政金融，讲的是关税、资本、出口管制。可对面的李成钢是国际经贸体系里罕见的法律型谈判官，精通条约文本、仲裁程序、多边机制。他不是来讲情绪的，他是来讲规则的。而在谈判桌上，谁掌握规则，谁就掌握主场。他微微前倾，语气平稳，却一寸寸地拆掉美国的道德高地。你们指责中国补贴产业，那么请问，美国的波音公司获得了多少政府税收减免？你们的农业补贴金额是全球第一，严重扭曲了国际市场。这不是反驳，这是当众揭榜。每一条指控都有据可查，每一项资料都写进世贸卷宗。没有情绪，没有喊话，只有冷冰冰的事实与数据。而随着每一句话落下，美国的遮羞布就被一层层撕开，直到最后全场无声，只剩下李成钢笔敲桌面的回音。这一刻不只是谈判，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对决。中美贸易战的剧本从这里开始被改写。现场的美国代表团开始明显出现异样，贝森特原本笔直的坐姿渐渐僵硬起来，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击，翻动文件，调整眼镜，甚至试着插话。我想澄清一下，这并不是重点。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但那并不是发言，只是掩饰焦躁的碎语。李成钢抬手示意，声音没有提高，却比任何怒吼都更有分量。请先让我把话说完。空气瞬间凝固，那不是挑衅，而是一种久违的对等姿态。你不再俯视我，我也不再仰视你。我们平视。美国原本的剧本是先施压，再逼让步，最后签条件。可就在这一刻，剧本彻底失效。他们面前这个人不怕压力，不接受教育。更可怕的是，他用美国自己发明的语言、理论和规则，在当场把美国教育了回去。美国的第一次破防，从那句"请让我把话说完"开始，气氛彻底变了。刚才那种美国式的宣判节奏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李成钢身上。他不急不怒，甚至没有情绪波动，却稳得异常清晰，就像一个早已握住胜局的人。他开口时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桌上。既然你们不断强调公平竞争，那我们今天就把公平这两个字说清楚。这句话一出，美方代表有人下意识地坐直，那不是战狼式拍桌子，而是老师式点名。全世界谁最擅长补贴企业？谁最擅长用国家力量干预市场？他没有等回答，因为他知道美国也知道答案是谁。波音公司几十年来在联邦与州政府补贴、减税、债务重组的扶持下成长。美国的农业补贴更是被世贸组织列为全球市场扭曲范例。这不是辩论，这是以档案为武器的公开点名。美方代表慌乱翻找文件，但翻得越快就越显得心虚。李成钢语气不变，接着说：“再谈你们的长臂管辖。”他抬眼，视线扫过整张桌。凡是企业不符合你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你们就动用美元结算体系、司法系统与金融制裁，直接切断它在全球的交易能力。语气冷静，句句如刀，每一个字都像冷水泼在光滑的桌面上，没有一丝阻力。这不是国际规则，这是你们自己制定的美国特许条款。美方代表团里有人深呼吸，有人交头接耳。因为李成钢说出的正是各国都心照不宣，却从不敢明说的真相。然后他最后落刀：你们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封杀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请问，这真是为了自由市场，还是因为你们害怕在技术上被中国超越？全场空气彻底静止。那不是一个质问，那是一面镜子，一面照见美国真实样貌的镜子。李成钢没有怒气，没有威胁。只是把真相用最平静的语气放在桌上，却让所有人都再也无法装作没听见。此刻，美国终于明白，他们面对的不再是那个会退让的中国，而是一个懂规则、敢用规则，甚至准备重新定义规则的中国。真正的谈判从这一刻开始，它没有立刻结束，而是缓缓合上文件。那一下清脆的声响，庞福一声落锤。他抬眼，用几乎叙述历史的语气说：“你们想惩罚中国，我理解，但请记住，对手不是没有反击手段，
而当反击开始时，他将不会是温和的。他停顿片刻，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接下来不是外交语言，然后用流畅的英语说出那句震撼全球的话 ：“When China strikes back, it will be hellfire。”当中国反击时，那将是地狱之火。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冷静到可怕的判决。他又淡淡补上一句：“创世纪中，索多玛自以为能立于世间之上，不顾秩序，不顾他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烈火焚城。”全场静默，连呼吸都能听见。这句话对中国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警句：骄傲必遭败亡，傲慢者中有代价，不义之城必自焚。但对美国人而言，那是文化层面的重击。索多玛在西方语境中是被神审判的象徵，而 Hellfire 不是形容词，是天罚的代号。李成钢的这一刀不是骂人，而是把美国自认为的正义审判者身份整个反转。从这一刻开始，美国不再是审判者，美国成了被审判者。这不仅是一场外交交锋，这是一场叙事权的夺回。冷战以来，美国以自由法治秩序正义包装自己的话语权，而李成钢用一句话将这套符码彻底掀翻：你不是高于世界的裁判官，你只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体，你无权定义他国的命运。美国代表团的脸色在那一刻彻底变了，不是因为他们输掉谈判，而是因为整个剧本被撕得粉碎。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导演，没想到中国直接翻转舞台，让美国成了被质询、被审视的一方。贝森特的身体微微前倾，手指在桌面上敲击的频率越来越快，那是心理防线开始松动的信号。而这一刻仅仅只是爆裂的开端。当李成钢那句地狱之火落下，整个房间的气场瞬间变了，空气变得浓稠，每一次呼吸，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充满压力。这已经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而是一场直指灵魂的对峙。贝森特的表情终于出现裂缝，惊讶、慌乱压抑在同一张脸上。他下意识地握紧文件，眼神在资料之间来回搜寻，却找不到任何一句能反击的词。李成钢没有提高音量，没有动作夸张的手势，他只是冷静平稳地说着话，每一个字都像是用规则锻造的子弹，准确击中对手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对贝森特而言，这已经超越外交辩论，这是一次世界观层面的挑战。他长久以来所依仗的美式秩序与规则自信，在李成钢的数据、法理与逻辑面前一寸寸崩塌。每一条条款，每一段历史都在提醒他，眼前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只能被教育、被评价的对象，这是一个能主导节奏、善用规则的真正对手。随着谈话深入，贝森特的身体语言变得明显，眉头紧皱，呼吸急促，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那不是焦躁，而是失衡。他的心理防线正在无声崩解，而李成钢依旧稳定如山。他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只是把一项项公平竞争标准、一条条美国的违规记录、一份份历史霸权档案从容摆在桌上。这种冷静的专业碾压比任何怒吼都更致命，因为它让对手的傲慢一层一层被剥开，直到赤裸裸的脆弱暴露在众目之下。现场的安静变成一种压力，不是寂静，而是窒息。贝森特多次想打断，却一次次被那双冷静的目光制止。整个美国代表团开始意识到，他们以为掌控了节奏，其实早已陷入对方布下的心理陷阱。据内部消息透露，那一刻贝森特的血压与心跳都飙升至极限。他第一次在谈判桌上真正失控。这种失控不是因为力量悬殊，而是因为对手越过了理性与情感的界限，把外交拉进了心理战的领域。谈判从此不只是国家之间的角力，而成了尊严、信念与自尊的对撞。也正因此，贝森特在事后的发言里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个人情绪与怨气。简而言之，这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外交交锋，而是一场公仇与个人破防交织的心理崩塌。李成钢那份冷静、精准、专业的气场，让原本惯于掌控节奏的美国代表陷入一种无法挣脱的心理压迫，而这种压迫的后效远比任何制裁与条款更具震撼力。
也为接下来整场国际舆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就在这种高压氛围中，另一场焦点谈判展开，主题是英伟达 （NVIDIA）。美方再度摆出老套路，提出一连串近乎羞辱性的要求，想让中国再度进入被动、被逼妥协的剧本。但这一次，中方的反应出乎所有人预料，整个代表团突然停下发言，会议室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静默。那不是退缩，而是蓄势。空气里的气压像被无形的手重新塑形。李成钢的动作缓慢克制，他从容地从口袋取出手机，当着全场的面拨出一通电话，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任何戏剧化的语气，他只说了一句指令：立即对英伟达采取行动。那一刻，整个房间像被雷劈过，贝森特的脸色顿时僵住，手中的笔在手指间一紧一松，他原本自信的节奏被瞬间击碎。这不是威胁，这是实力的直接展示，现场决策，当场执行。更震撼的是，李成钢让翻译将这句话重述一遍，逐字清晰，无挑衅。我们说到做到，这8个字比任何外交声明都更具杀伤力。美国代表团集体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不仅能回击，而且能即刻行动。那一瞬间，所谓的主导权彻底崩塌。这场谈判从国家对话变成了心理对撞。美国原以为掌握剧本，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被对手操控情绪的人。李成钢与他的团队用冷静的专业、严密的法理与果断的行动，将谈判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仅懂规则，更能以规则为刃，每一步都让对手信心崩溃。最终，整个会场的气场彻底逆转，美方再也无法维持俯视姿态，只能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冷静而强硬的中国代表。会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选择缺席新闻发布会，贝森特更在内部会议中情绪失控，要求换掉李成钢。但一切都已太迟，真正的胜负早已不在文件上，而在谁能掌控节奏，谁能以理智与专业摧毁对手的心理防线。这场如同现场直播般的中美交锋，不仅是中国对美国的一次策略反击，更是一场新时代外交的宣示。在这个全球舞台上，中国的新一代外交官不再仅仅被动应对，他们能主动掌握节奏，化压力为力量，甚至把对手的傲慢转化为自身的优势。每一次动作，每一个停顿，每一次冷静的眼神，都是对美方心理的精准打击。这是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破防秀，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外交的底气与决心已经不容小觑。这场交锋远远超出了单纯谈判的范围，它的意义不仅在桌面上条款的胜负，更在于中国外交模式的根本变革。过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往往被动接招，别国提出要求，压力与制裁接踵而来，外交官需小心翼翼地解释、缓和、寻求妥协。核心策略是避免冲突，保护自身利益，但始终处于防守姿态。然而这一次，以李成钢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官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他们不再只是解释我没错，而是主动出击，牢牢掌握外交主动权。在谈判桌上，他们提出质疑，揭示对方矛盾与漏洞，并以规则、法律、专业与心理战术逼迫对手面对自身的不合理。这种策略将外交从传统的回应提升至定义规则的层面。你不仅要听我的回答，更要接受我对你行为的评判。这种范式转移意味着中国外交不再只是防守者，而是主动设定国际秩序规则的一方。过往，中国需要耐心解释自身行为合理性，甚至在必要时退一步换取空间。而现在，外交官直接指出对手错误，并置于全世界目光之下。换言之，这场谈判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象徵性时刻。中国不再仅仅应对美国政策压力，而是拥有能力、底气与战略设计去反击、规范甚至重塑谈判桌上的权力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外交逻辑，从防守型转向攻守兼备，以规则与专业主导的主动外交。正因如此，这场交锋引发的反响不仅是美方破防、现场紧张与错愕，更是一种象徵。中国外交已走向自主定义规则，让对手重新认识自己的时代。这种转移将深远影响中美交往，甚至改变全球外交格局。
因为从此谈判桌上的中国不再只是解释、忍耐和妥协，而是真正掌握了话语权与节奏。高潮发生在谈判后的记者会上，贝森特站在台前，面色铁青，咬牙切齿地指住中方，喊出那句原本意在羞辱对手的话：战狼。他以为这只是外交上的口头攻击，一种抹黑、贬低中国谈判风格的措辞。然而事与愿违，这个词在国内引发了完全相反的反应。对中国观众而言，战狼不再是污名，而是荣誉象徵，代表敢于直面强权，保护国家利益，不退让，不妥协。李成钢的一举一动，每一次冷静而有力的法理反击，每一次精准心理施压，都被浓缩在这2个字中。这是一种为国出征、寸土不让的最高赞誉，与过去柔和官方语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有趣的是，美方原本意图羞辱，却意外塑造中国外交的新象徵。国内媒体与社交平台上“战狼外交”迅速成为热词，人们将李成钢冷静、犀利、专业而果敢的表现与战狼连结，赋予全新文化意义，像是中国外交自信，标志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的转折。贝森特原本想羞辱对手，结果却意外创造历史性笑话，羞辱反成赞誉，攻击反被加冕。这种弄巧成拙不仅让中国网民津津乐道，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原来，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已让对手措手不及，甚至无意中塑造了中国外交的新象徵品牌。这就是外交上的大乐子、逆转秀，笑点与胜利同时上演。李成钢在谈判桌上的每一次专业施压，每一次冷静反击，都凝缩在战狼之名，成为历史符号。这一刻不仅是外交胜利，更是心理与文化的反击，证明了主动定义话语权的力量何其强大。这场谈判影响远超一次外交对话。美国国内政治分析师、学者，甚至所谓美版知乎平台都开始承认，特朗普团队对中国决策机制的理解远远不足。他们不了解新一代中国外交官作风，也无法预判中方节奏与反击策略。这种无知让美方在国际舞台的每一步都充满风险，某一题被打击，转眼又在另一议题措手不及。这种局面生动地揭示了美国外交团队的尴尬现实，他们已失去对中方行动的预判能力，只能像反应迟钝的棋手，被迫随住中国的节奏挨打，甚至时常自乱阵脚。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卡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这种不稳定和无力感折射出的是对中国外交新模式的低估，以及自身策略的明显短板。最新消息显示，特朗普与贝森特已经开始服软，他们口中声称形势好转，希望能与中方再度见面好谈。这不只是外交示好，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承认。在多轮交锋之后，美方已经意识到仅靠傲慢与传统强硬剧本无法压制中国。这再次验证了李成钢与中方团队策略的有效性。当专业、底气和心理战结合，一记精准的嘴巴子比任何制度或条款都来得直接有效。美国试图用老套手段操控局势，结果在现场被逐一拆解，不得不承认中方底线与实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外交不仅在条款上胜出，更在心理和话语权层面完成了一次历史性逆转。李成钢的这场谈判可以说是中国新一代外交官一战封神的代表作。这不只是个人的胜利，更像指整个新时代中国外交团队的风格与实力。他们不是靠强硬语气、激昂喊话或传统辞令取胜，而是如穿西装的战士，用冷静、专业、精准的方式，面对世界上最复杂、最傲慢的对手，稳稳掌控每个细节。在谈判桌上，李成钢每一次发言都像精密手术，每个词汇都经过深思熟虑，既有法律分量，又带心理节奏。他不靠情绪，也不靠气势，而是依靠对规则的理解、对条款的熟悉，以及对对手心理的深刻洞察，让对方无处可退。贝森特的破防不是因为被吼倒，而是因为这种专业碾压使过往的傲慢、既有剧本和固有优势全数失效。这种胜利带来的荣耀不只是个人的，而是中国外交的新形象，不卑不亢，底气十足，敢于捍卫自身利益。李成钢与团队如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们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法理、规则与逻辑。
他们能在任何国际舞台上用专业与冷静应对挑战，让外交胜利变得具体而可感。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传递了明确讯号：中国的新外交官不再只是解释、妥协、退让，而是真正掌握话语权，控制谈判节奏，令对手感受压力与敬畏。每一次冷静回击，每一次精准法理分析，都如重拳击碎对手心理防线，也重塑了外界对中国外交能力的认知。李成钢的荣耀加冕是象征性的，他向世界展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既懂国际规则，又能冷静应对复杂局势，既能保护国家利益，又能在心理战中让对手无所适从。他们不靠蛮力或喊话取胜，而是靠智慧、专业与底气打出最硬的仗。这不仅是外交成功，更是一场文化与心理上的胜利。李成钢及其团队已成为中国新时代外交的象徵。此刻，荣耀不在掌声，而在对规则、专业与底线的坚守与运用。李成钢用行动告诉世界，真正的战狼是冷静而果敢的，是懂规则、能制衡、敢反击的。他的这场战役让他登上中国外交巅峰，也为整个团队、整个国家树立了不可磨灭的荣耀。这场破大防不仅是外交闹剧，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际关系课，是时代转折的缩影。美国长期对中国的认知仍停留在旧印象，驻华大使馆老照片，晚清历史以往妥协形象。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派出了李成钢这样的外交精英，熟稔国际法与规则，敢于直面对手，甚至能巧妙引用文化典故，将对手心理与弱点转化为战略工具。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外交复合能力，结合法理、心理、战略与文化的全方位战狼风格。当美国还想用旧时代剧本对中国发号施令时，注定一次又一次遭遇挫败。李成钢们早已撕毁那套剧本，不再按既定模式行事，而是用规则理解、精准把控国家利益、冷静果敢的心理战术，牢牢掌握谈判节奏。美国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就是实力，而这正是中国新一代外交官所拥有的。他们不吼不叫，不依靠权势，也不依赖外部压力，用专业、智慧和底气重新定义了规则。这场交锋留下的不只是新闻标题，更是一种示范效应。中国外交正从被动应对彻底转向主动定义规则。无论条款细节还是心理掌控，李成钢与团队已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树立新标准。他们的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是心理上的胜利，也是文化上的胜利。一种全方位外交自信正在形成，一种以专业与实力说话的新秩序正在确立。最终，这不仅是个人胜利，而是中国外交新时代的宣言。李成钢和他的同代人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世界：当你试图用旧规则、旧印象压制中国，你将一次又一次破大防。而中国的新外交只用一条简单法则，实力重新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